上一节课我们讨论到，佛陀告诉须菩提说，一个发取菩萨乘者，就是一个愿修大乘佛法的人，他首先要发个心。什么心？就是要让所有一切众生之类都要令他们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所以修行大乘佛法的人，首先心量是非常大的，度生是非常彻底的。但更重要的是，你发了心愿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不能只发心没有行动。所以在这样的心的驱使下，必须得去度众生。看经文的下一句，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啊。那么也就是修行大乘佛法的人，既然发了心要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那么你就必须切切实实的去度众生。所以大菩萨们多生累劫的勤勤苦苦的如是灭度了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就是把无量无数边众生度向了无余涅槃。从这句经文看，菩萨度没度众生？当然度众生了。但是金刚经非常重要的是下边这句话，也就是当菩萨把无量无数边众生度向无余涅槃的当口，看下一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什么意思？就是当把无量无数边众生度向无余涅槃的当口，他又没有让任何一个众生得灭度。通俗的讲，就是菩萨度了众生，还要觉得自己一个没度。这是金刚经非常重要的法义。怎么理解这一段经文呢？大家不要忘了龙树菩萨给我们的提示。我们前边讲了二谛，我们讲了两重二谛。那么第二重二谛，世俗谛原生，圣义谛性空。也就是从圣义谛上讲，一切法都没有常一不变的独立存在性。因此为什么菩萨度了众生还要觉得自己一个没度呢？那就是菩萨度众生那一当口，要在圣义谛上观，能度众生的菩萨有常一不变的独立存在性吗？没有，性空无我。那被菩萨度的众生在圣义谛上有常一不变的独立存在性吗？没有，性空无我。那菩萨度众生这件事儿，在圣义谛上有常一不变的独立存在性吗？没有，性空无我。也就是当大菩萨们把无量无数边众生度向无余涅槃的当口，他要观能度众生的菩萨是空，被菩萨度的众生是空，菩萨度众生这事儿还是空。因此在空上度众生，就不能有能度所度之相。因此在性空上度众生，菩萨度了众生还得当没度，实无众生得灭度者。那有人讲，度了众生还得当没度，那我压根儿就不度，可以不？不可以。大家注意，二谛在圣义谛上，在性空上，菩萨度众生时候观一切法是空，在空上度众生。因此菩萨度了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但不能因此不度众生。因为从世俗谛原生的意义上讲，有没有能度众生的菩萨？从世俗谛上讲，从世俗谛的原生的意义上讲，有能度众生的菩萨，只不过不是常一不变，是相似相续。从世俗谛上讲，从原生的意义上讲，有没有被菩萨度的众生？有，但只不过不是常一不变的有，是相似相续的有。那么在世俗谛上，相似相续的菩萨见到相似相续的众生有苦难，
菩萨要不要帮？要不要度众生入涅槃？世俗谛的要求是，菩萨必须得度众生，因为在世俗谛上，相似相续的菩萨见到相似相续的众生的苦难，一定要从内心升起无限的悲心，在悲心的驱使下，相似相续的菩萨必须得要度相似相续的众生，因为只有在这个切切实实的度众生的这个行为上，才能增长着相似相续的菩萨的福德。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这个福德是养育着菩萨的智慧的鱼的水，没有这样切实的度众生的行为，没有福德的积攒，智慧的鱼会干枯死的。因此在世俗谛上，在悲心的驱使下，菩萨必须得度众生，增长着福德。但是毕竟是菩萨，在他度众生的当口，在圣义谛上还要观能度众生的菩萨是空，被菩萨度的众生是空，菩萨度众生这事儿还是空，三轮体空。在三轮体空上度众生，不能有能度所度之想，因此菩萨度了众生，还要觉得自己一个没度，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就是悲智双运，福慧双修。这是我们受龙树菩萨的指点，从二谛的角度对《金刚经》的这段经文做了如上的解读。我们再换个角度理解这段经文，大家注意，这段经文实际上是3句话。第一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第二句话，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第三句话，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大家还记得须菩提给老师提的问题是什么吗？须菩提问老师的问题是说，老师啊，有发趣菩萨乘者，也就是愿修大乘佛法的人，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大家还记得，我们就是依据梵文原本和玄奘大师、义净大师的译本，我们特别强调，须菩提问的问题是3问：如何安住？如何修行？如何降伏其心？其实刚才我们讨论的《金刚经》的这段经文，就是对须菩提的这3个问题做了纲领性的回答。这段经文的3句话正好对应的就是须菩提的3个问题，说大菩萨们要愿所有一切众生要入无余涅槃，这对应的就是降伏其心。大菩萨们是怎么样降伏其心的呢？大菩萨们是发愿所有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是以发了这样的愿心而降伏自己的心。那第二个问题，须菩提问云何修行？那么对应着这3句话就是第2句，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啊。菩萨是怎么修行的？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以这样的方式修行的。菩萨成佛是如何修行？度众生修行。第3句话，实无众生得灭度者。那对应的须菩提的问题就是应云何住？怎样的安住？度了众生还要当没度，没有能度所度之想，就是以无住为住。所以大乘佛法修行的最后的涅槃也叫做无住涅槃。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大菩萨们是怎么降伏自己的心的？以发愿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以这样的方式降伏自己的心的。
大菩萨们是怎么修行的？是如是的灭度无量无数愿众生，以度众生的方式来修行的。而大菩萨们是怎样安住的？以无住为住。这里边最大的要点就是修行。菩萨是怎么修行的？菩萨是以度众生来修行的。这是大乘佛法区别于小乘佛法，区别于人天乘佛法的最大的要害。其实大家要理解，菩萨除了度众生，没有别的修行方法。所以我们经常讲佛教是要修的，要修行的。从《金刚经》这段经文讲，菩萨的修行就是度众生，菩萨的修行的核心就是度众生，其他的一切的修行的形式都是为度众生这个菩萨修行的核心的修行内容服务的。所以从这段经文大家要理解，菩萨的修行就是度众生。凡见众生有苦难，要不要帮？必须得帮。这是菩萨的修行。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现在中国佛教有一个严重化的趋势，就是把佛教当气功练，总认为只靠这某一种修行方法，观个光，念个咒，就成佛了。不是的，大乘佛法修行的根本是度众生，离开了度众生，没有修行。这是我今天特别强调的问题。那从《金刚经》的这段经文，你也可以理解，修行的前提是什么？是发心。发心是一切修行的根本。发心是因，发什么心，结什么果。比如你生不起出离的心，你发的心就是渴望着在生死当中轮回的更好。那么即便你每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每天磕大头，每天念金刚萨埵百字明，你结的果只是人天善果。也就是不管你修行的方式是什么，什么因结什么果。所以佛经里说，发心即成正觉。是不是发了心就成正觉了呢？当然不是。但是发什么心得什么觉。发心是因。我举个具体的例子，前些日子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他开始磕大头了。大家都知道磕大头吧，就是藏传佛教里边那个五体投地的长头。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现在开始磕大头了，每天至少磕200个大头。那我就问他，我说好像我记得你在藏传佛教受皈依已经很多年了，也没见你修加行，不见你修磕大头，你怎么忽然间磕大头了呢？他说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儿，说这磕大头再怎么着它也是一种体育运动嘛。你看我坚持了2个月磕大头，我的腰围已经小了2寸了。各位发心呐。他说他腰围小了2寸，我说我恭喜你，你减肥了。但是你这个磕大头跟去健身房锻炼身体没有什么区别，你跟佛法无关，这就是发心。我再举个例子，有人素食吃素，我说你为什么吃素？他说最近我看了本书，科学家说吃素才是真正的有益于健康啊，所以我就坚持吃素了。各位，一个人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吃素，我们都应该赞叹随喜，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当你决定吃素的原因，你的发心是因为你觉得吃素有益于健康，因此你的吃素的行为与佛法无关，你是个科学的素食主义者。什么才是佛教吃素的发心？就是你医学家、生物学家，
你能够说出了我吃肉对我的健康有1000个好，有10000个好，但是我的悲心使得我不忍杀生，我的悲心使得我不忍吃众生的肉。你即便说出吃肉食对我的生命有1000个好，10000个好，吃素食是多么的伤害我的健康，但是我都不忍吃肉。以这样的悲心发心的吃素，才是跟佛法有关系的吃素。所以我这段讨论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那么我们正在讨论的《金刚经》的这段经文，就是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五欲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遍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一段经文按照印度的古德的理解，他们把这一段经文就判为发心。这一段的经文核心的要义就是发心。发什么心？发菩提心。